怀孕3个月的未来儿媳上门，给我定下3个养老条件：一、家中的全部财产必须转到儿子名下；二、不准给已满18岁的女儿提供任何经济补贴；三、孩子出生前后，我必须全程照顾到位。只有答应这3个条件，他才同意将来替我养老。儿子附和道：“妈，反正你退休了，在家带孩子正合适你。”我冷笑：“我怎么不记得我生过儿子了？唐小小，不知道你嫂子怀孕了吗？怎么还在家里养猫？还不快去拿吸尘器清理一下猫毛？唐小小，去洗点水果，看不见你嫂子想吃了吗？”我买完菜回家，便看见女儿不断地被她哥哥指使着干活，而我那位过门的儿媳正悠闲地倚靠在沙发上玩着手机。这是我第3次见到她，哪怕怀孕了，她依旧化着精致的妆容，穿着凸显身材的套裙。江优见我回来，屁股没挪，头也没抬，只是随意地叫了声“阿姨好”。儿子兴冲冲地走到我身边，他接过我手中的菜篮子，很是失望地塞回我手上，撇了撇嘴：“怎么只有草鱼？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悠悠怀孕了，要吃点好的补补身体才行。家里还有花椒燕窝那些吗？妈，你去做那些吧。”我没好气地一把推开儿子：“你们要回来吃饭也没有提前通知，这点时间我上哪里去给你做这些东西？今天先将就吧。”女儿主动走过来，接过菜篮，走进了厨房。抬眼瞬间，我看见了江优拉下的嘴角，没有了刚才的笑意。儿子将我拉到客厅，说有件喜事要跟我说。我挑眉看向他，他搓了搓手，笑着说：“妈，悠悠打算和我搬回家里住，好好孝敬你，你开心吗？”我轻皱着眉头，一脸迷惑。儿子带江优回来见我的时候，她已经怀孕了，但她不愿意与我们住一起。我想着自己还开着工厂，平时工作很忙碌，抽不出时间照顾她。而老唐虽然是公职人员，在家时间多，但是不爱管家里的事情，更指望不上他照顾未来儿媳。我看得出儿子很喜欢江优，而且江优也是远嫁。当时我很爽快就拍板，在儿子上班的附近买了100来平的套房，并且一次性给了儿子50万，让他照顾好江优。怎么突然间说要搬回来住呢？我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你们在碧园不是住得好好的吗？是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吗？”儿子顿时支支吾吾。江优沉着脸，瞪了我儿子一眼，转头质问着我：“阿姨，听说你在看龙天湖那边的楼盘，是打算买给谁吗？不会是买给唐小小的吧？”我抿着嘴，心里很是不舒服，但我们已经是一家人，我也不打算隐瞒什么。我坦诚地说道：“对，哥哥一套，妹妹一套，不过你放心，2套的房子价值都是差不多的。”我怕江优介意，还补充了一句：“差额部分我会用现金给补齐的。”江优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，狠狠地扭了扭儿子的胳膊：“你不是说那房子是你妈买给我们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你还想骗我？”随即起身，生气地踩了儿子一脚，气冲冲地回了房间。儿子吃痛地跳了起来，尖声质问：“妈，你老糊涂了吗？悠悠肚子里才是你的亲孙子，你给唐小小买房做什么？简直浪费钱！”说完，便追在江优后面：“悠悠，都是误会，别生气，小心动了胎气。”我看着儿子满心眼只有江优，气得原地发抖。我真没想到他居然会说出这种混账话。女儿脸色苍白，无助地站在后面，显然听到了刚刚的话。妹妹自幼成绩好，但性格腼腆。我心疼地招了招手，然后握住她的手：“小小放心，你妈还在，你哥有的，我也会为你准备一份。想欺负我的女儿，他们做梦。
女儿张了张嘴，却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给我倒了杯水，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。我脑子嗡嗡作响。我不求我的孩子们能有多大的出息，只希望他们能品行端正，有困难能相互扶持。我对他们兄妹俩人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。儿子今天的作为着实让我有些失望。在我叹气的功夫，老唐钓完鱼回来了。他随意将东西丢到一边，问怎么还没有做好饭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沉着脸起身准备去做饭。儿子和江优这时出来了，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，看样子是和好了。儿子再次叫我，为刚刚向我大吼大叫道歉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个小子总算没白养。但是下一秒，他却从背后摸出了一份文件。既然爸也在，那就一起做个见证。妈，我跟悠悠商量过了，如果你以后想让我们替你养老，就必须要答应我们3个条件。我瞪圆了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恍惚间，我怀疑我听错了。儿子心虚地低了低头，最后轻咳一声，大声说道：“妈，你的年纪也大了，身体肯定容易出各种毛病，所以你现在就必须开始将家里的所有钱全部上交，由我们替你保管。每个月我们会发家用给你。悠悠说，你必须跟我们签订协议，不准再给唐小小提供任何经济补贴。如果被我们发现，会扣除你部分家用。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唐小小成绩好，手里奖学金够他上大学养活自己了。”我打断了儿子的话，指着他鼻子怒骂道：“唐小浩，小小是你亲妹妹，你说这话良心不痛吗？”江优哼笑了一声：“阿姨，阿浩从小就没有唐小小聪明，你在基因的分配上就已经不公平，难道你不应该在其他地方补偿阿浩吗？”儿子连忙点头附和：“没错，还有悠悠说，生产前后，包括孩子读书前，都要麻烦妈你照顾，交给外人我们都不放心，而且还能省一大笔钱，这个我也同意了。反正你也该退休了，照顾一下亲孙子也是应该的。”儿子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：“妈，你要不现在抽空签了这份协议，你觉得呢？”我胸口隐隐作痛，眼前阵阵发黑，让女儿扶着我坐下，给我拿救心丹。这就是我们用了大半辈子精心养大的好儿子。在兄妹俩人小时候，无论工作再怎么忙，我每天都会想办法抽时间关注他们的生活、教育。老唐也经常用业余的时间带他们出去玩，金钱和精神上的关怀一样不落下。同样的教育方式，怎么就养歪了一个？女儿气红了双眼，也忍不住怒视着儿子：“哥，你太过分了！妈妈这么辛苦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”儿子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：“有你什么事？”我铁青着脸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我工厂那么多事情，我哪有什么时间来照顾你们？”儿子眼里闪过一丝金光：“妈，悠悠的弟弟今年毕业，可以进公司帮忙。等悠悠生产完了，悠悠也会去，你可以安心在家带孩子。”江优没有说话，只是摸着扁平的肚子，朝儿子投去满意的目光。我气笑了，这算盘都快打到我脸上了。看着缩在角落一声不吭的老唐，我更是气不打一处。老唐说话呀，哑了吗？你看看你的好大儿。老唐眯了眯眼，轻皱眉头：“阿浩，再怎么说，小小也是你亲妹妹，你不同意买房可以，但是妹妹上学的钱和以后的嫁妆，我们还是要准备点的。至于其他的，反正家里的东西早晚都是交给你，你跟你妈好好商量就是。”我紧紧拽住拳头，环视他们的表情，最后目光落在老唐上。儿子和江优的自私自利让我感觉气愤，但相伴多年的丈夫也存着这样的想法。
更让我心寒。他们这是把我当什么吗？免费保姆？难道我的一生理所当然的要为他们付出一切？我抢过儿子手上的文件，再一把丢到他脸上，带着你老婆，给我滚出去！我不用你养老，我当没有生过你这儿子。江优瞬间嘟起嘴，又是委屈又是失望，看向儿子。阿浩，你不是说我嫁到你家是来享福吗？如果不是，我现在就去孩子打掉，省得日后平白受苦。说着便扭头转身离开。儿子对我一脸失望。妈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你会后悔的。我再也听不下去一句话，拿起地上的拖鞋，把人直接赶了出去。回过头，老唐还事不关己地叫女儿去赶紧做饭。我黑着脸，一脚踩断他的鱼竿，拉上女儿出去吃饭，任由老唐在家破口大骂。饭桌上，女儿说着各种入学准备的事情，最后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，说：“妈，你可以不用为我准备房子的。”那女人有一点没说错，我就是比我哥聪明，我赚的钱肯定比他多，以后我来替你养老，带你到处旅游。我不禁红了眼眶，看着刚成年的女儿，欣慰地笑了。刚刚发生的事情让我不禁对自己的教育产生怀疑，但事实证明，有问题的从来都是人自己。第二日，我如往常一样回工厂上班。正当我忙着处理业务的时候，女儿打了电话过来，哭哭啼啼的说家里来了很多人，外婆被气进了医院。我连忙赶回家，发现大门敞开，传来各种嘈杂的声音，客厅挤满了人，茶几上玻璃瓶横七竖八，白色地毯上都是瓜子碎屑。几个衣着朴素的人掀起衣服，露出膀子，敲着二郎腿，正看着电视。江优和一个老婆婆坐在沙发正中间，唐小浩忙前忙后的给那些人拿东西。我的太阳穴一突一突的，转头一看，却发现我爸护着小小缩在角落里，小小的脸上还有几道红红的印记。看见我进门，那坐在中间的老婆婆耷拉着眉眼，阴阳怪气地哼笑道：“这就是我那未来的亲家吗？好大的谱，等了大半天才见到人，是江优娘家的人，所以这些人是冲我来的。”女儿哭着冲向我：“妈，是那个人推了外婆，现在爸带着外婆去了医院。”啪！江优妈妈凶神恶煞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张口便喷出一堆唾沫星子。贱妮子，是那个死老太婆自己站不稳，摔地上，关我儿子什么事情？我爸被气得涨红着脸，指着对面的人：“你们这群泼皮！阿浩，你怎么找了这样的女人当媳妇啊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！”江优妈妈往地上吐了一口痰：“我呸！我女儿如花似玉，是你家孙子高攀了我女儿，现在她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，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”我沉着脸看着在一旁杵着的唐小浩：“唐小浩，你的意思呢？”他低着头，时不时拿眼睛偷瞄我，小声嘟囔着：“你如果早点答应悠悠的条件，外婆也不会进医院。”我抬头看着天花板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不惜将刀刃对准自己血浓于水的亲人。果然，身上如果有脓疮，还是要尽早割掉，不然只会害了自己。我看向江优妈妈，压抑着怒气问她想怎么样。只见她拿出一张产检报告，趾高气扬地甩我脸上：“我家的女人都是生男娃的命，所以我闺女现在是给你们家生2个白胖孙子，这在我们村里那可是头一份。首先你要给我们100万做彩礼，然后再分别给我2个外孙买2套房，先记我闺女名下。听我闺女说你不肯伺候她坐月子、看小孩，我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。你每个月给我1万，我来照顾外孙。”江优皱着眉头，不同意道：“妈，
你那农村老一套现在不合适养小孩了。江优妈妈翻了个白眼，一巴掌拍在他身上，放屁！你看你兄弟有哪一个不是被我养得结结实实的？见我没有说话，他眼珠一转，继续说道：“还有，你不是开厂子吗？我家养大这闺女，她的兄弟也出了不少力，你要给他们安排个工作，给个经理当当就行。”那几个青壮年也纷纷站了起来附和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说起了自己的要求。真不愧是一家人，都是狮子大开口。门口有2个警察敲了敲门，我们是警察，报案人宋清在哪？我抬手示意，指着江优娘家那群人说：“警察同志，就是这帮人擅闯民宅，还故意伤人。我妈妈已经被送去了医院。伤情鉴定我会送警察局，我要起诉他们。”江优脸色一变，紧张地扒拉着唐小浩，问他什么意思。唐小浩瞪圆了双眼，一脸委屈：“妈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大吗？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快跟警察们解释，都是误会，好不好？”看着他现在这副模样，我只觉好笑，真当我欠了他什么东西似的。谁是你妈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江优妈妈眼里闪过一丝惊慌，随即面目狰狞，想冲过来拉扯我：“你这个臭婆娘，不要脸！警察同志，你快抓他！他儿子强奸了我女儿！”其他人也纷纷围了上来。警察见状，立刻上来阻止他们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江优娘家的人都被带回了警察局。他们仍然不死心地骂着各种脏话，直到我拿出监控录像和录音，他们才闭上了嘴。江优嚷嚷着要打掉孩子，哭着让唐小浩想办法。江优的大哥推了我的妈妈，负主要责任。如果我不撤案，那他就只能罚款拘留。唐小浩心疼地安抚着江优，又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。怕什么？他们的钱早晚都是我的，咱们等着瞧就是。我的眼神逐渐冰冷，那是我之前给他的50万。江优妈妈也不再嚎叫，脸上的褶皱瞬间笑开了花，提起胸膛，一副胜利者的姿势。还是我的女婿会做人，不像有些冷血无情的人，活该没儿子送终。我垂下眼眸，陷入沉思。被这种狗皮药膏沾上，想撇开，估计还需要再想想办法。我来到医院看妈妈，在门口碰上了老唐，他神色有些怪异，只是随意点了点头，带着一袋东西就走了。但我没有放在心上，想着他只是还在为那鱼竿生气。妈妈躺在床上，看着我，眼里尽是担忧。阿浩那孩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低着头，牵着他的手，内心很是愧疚。不久前才跟他们说过，今年能喝上外孙的喜茶，抱上层外孙，只是现在怕是泡汤了。但这种儿媳和儿子，不要也罢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哽咽，却坚定地说：“我要跟唐小浩断绝母子关系。他已经成年了，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唐小浩的动作比我更快一步。近几年经济行情不好，就工厂模式也逐渐被淘汰。几年前，我便开始重新规划发展。工厂已经好几年处于亏损的状态，能不能扭亏为盈，就看今年的效果。从医院回来，我就回到工厂加班加点，连着好几天也没有回家。老唐这时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回家一趟。我问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却含糊其辞，说需要当面说。我压下心中的疑惑，还是提前下了班。等我回到家，发现家里陷入一种诡异的氛围。老唐脸色沉重，烟灰缸上多了几个根烟头，不断地摩挲着自己的膝盖。女儿安静地站在一边，瞪着唐小浩两人。唐小浩削着苹果，
亲切地喂着江优。江优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，小嘴一张，安心接受唐小浩的奉承。我皱着眉头，很是不耐烦。老唐，不是说过了吗？不准再给这两人进家门！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唐小浩哼笑了一声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妈，该离开的人应该是你，因为我爸要跟你离婚。”我僵在原地，看向老唐，但他避开了我的眼睛，又点燃了一根烟。我的心又沉重了几分。唐小浩拿出了几个信封，我定眼一看，那是银行的贷款账单。如果不是我发现，妈，你还想瞒着我们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想着拉上我们全家帮你还债？你真是好狠的心！工厂转型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家里除了我经商，其他人半知不解。我便没有向他们提过我找银行贷款的事情。我犹豫了一会，想着还是跟老唐解释一下。唐小浩又拿出一份医院的体检报告。你不是不认我这个儿子吗？正好，现在我也不想你这个妈，你还是老实跟我爸离婚吧。我铁青着脸，拿起报告快速浏览起来。女儿也小跑过来一起看，脸色也变得难看。老唐缓缓地说：“医生说是尿毒症初期，好好治疗的话，还是能活很久的，就是费点钱。”他轻咳了几声，低下头继续说：“悠悠肚子里还有2个小的，我这也是没办法的。我们商量好了，阿浩跟我住一起，小小就跟你，把家里的钱都分分。明天咱们把离婚证领了吧。”唐小浩却急眼了：“还有什么好分的？全都是我们的，谁知道家里的钱有没有被他偷偷拿去还银行？凭什么我们要为他的失败去买单？”我紧紧地拽着那份报告，胸口憋着一口气。我红着眼眶看着一起走了大半辈子的老唐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看来儿子骨子里的自私冷漠都是遗传他的，这家我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。我深呼吸了一口，擦了擦眼泪。离婚可以，但该是我的那份财产，我要全部带走。老唐沉默着，也没有再反驳什么。第二天，我跟老唐来到民政局，按之前说好的，房子和家里的现金一人一半，但我不想要房子。老唐便用了自己的积蓄，按照市价将钱打到我账户上，离婚证很快便办好了。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太勉强了。我内心翻了个白眼，假惺惺的样子，做给谁看？我收拾好东西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暂时租一个公寓，跟女儿搬了过去。等我回到家，女儿已经收拾了部分东西，还做好了饭菜。我心里淌过一股暖流，我抚平了她头上的碎发，说：“家里的东西我回头找个阿姨收拾就行。听闻医学生上学后就会很忙，现在离开学的日子还有段时间，要不要再报个旅行团去玩一下？钱的事情不用担心，妈妈我有数。”我怕她觉得我是在逞强，我给她讲了那贷款的前后始末，并向她保证今年工厂肯定能盈利，填补上这个窟窿。最后打开手机银行的余额，你哥那栋房子虽然写了他名字，但还需要还房贷，没有那笔房贷，我的压力就会骤减。唐小浩想，这么容易就拿到几百万的房子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，等到时候银行找他催收时，真想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女儿瞪圆了眼睛，随后摇了摇头。她很兴奋地掏出手机，我找到了我们系的群，我问了尿毒症食疗的事情，很多师兄师姐给了不少建议。我明天陪你再去医院检查，我再跟医生核实一下。妈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说起这个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明明上1年体检，医生还说我的身体非常好，怎么就突然得病了呢？女儿陪我来医院再次检查，
医生看了看报告，问：“不应该呀？”见医生眉头皱成一个川字，我内心咯噔了一下。我跟女儿四目相对，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：“医生，是不是已经恶化了？你说实话吧。我能接受的是开始恶化了，但胸腔图是男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拿错了？”轮到我蒙圈了，正想说什么，突然脑子闪过一些东西。老唐前段时间总是抽筋，频繁起夜，这体检也是和他一起做的，所以这报告是他的。为了确保万一，我还是重新检查了一遍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却发现了老唐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，捂脸痛哭，似乎察觉到什么。他抬头一看，看到了在人群中的我，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匆匆朝我走来。宋清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他喋喋不休地说，江优娘家的人又找上了门，非要他拿100万的彩礼，他没有同意。那些人就去了他单位闹事，说他儿子是强奸犯，他被调离了原来的部门，回家还要伺候儿子和江优，身体愈发疲惫。今天来医院，还被告知当初报告弄反了，患病的人是他。我嘴巴抽了抽，眼睛一转：“老唐，尿毒症初期而已，好好接受治疗还是能活很久的，就是费点钱。不过你有儿子，哦，还有2个大孙子，熬熬就过去了，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吧。”他目瞪口呆地僵在原地，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。看他现在这个倒霉样，之前的玉气都一扫而光。我好心的再提醒了他一句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没事少打扰。家里的房产证你最好收起来，不然以后连看病的钱都没有。”我不再关心他们父子的事情，我将全部的心思放到我的事业上。这天，我正给我的团队开例会，唐小浩带江优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见状，我让其他人先出去，倚靠在椅子上，问他来做什么。江优幽怨地看着我，一副快哭的样子。唐小浩一脚踹翻了眼前的椅子，大声质问道：“碧园那个房贷是怎么一回事？1个月4、5万，你是想要了我的命吗？”我轻笑了一声：“从小到大，你有什么东西不是花我的钱买的？我都没有找你要账，你冲我吼什么？现在没本事还房贷，那就别住啊！”江优拧紧眉心，带着哭腔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阿浩，他根本就算计好的，他都没有当你是亲儿子，我还生什么？打掉算了。”唐小浩铁青着脸，又踢翻了一把椅子：“我是你的亲儿子，你的钱都是要留给我的，你凭什么不给我？那你生我出来干什么？”我冷眼看着唐小浩在发疯似抱怨，他又凭什么觉得父母要一辈子对孩子无私奉献呢？我从桌下抽屉里抽了已经立好的遗嘱，丢到他面前。当初我跟你爸离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你不认我这个妈，我也不认你这个儿子。我的身后事，我的财产都会有人替我打点，不劳你操心，也跟你没有关系。唐小浩看着文件，脸色苍白。江优抢过文件，快速翻阅，最后瘫软坐在地上。我叫来保安，把他们都赶了出去，并将人列入了黑名单。江优娘家人不甘心，又故技重施，拉起横幅在我工厂前闹事。可我不是老唐，任由他们拿捏。被警察抓了几次后，连我的面都没有见到后，他们便歇了找我麻烦的心思。可是江优的月份慢慢大了起来，他娘家的人不甘心，将矛头对准了唐小浩，天天想办法让他拿彩礼钱。可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。唐小浩毕业后就做着程序员的工作，以前家庭的开支我都没有让他承担，每个月1万多的工资够他生活了。只是现在加上房贷，根本就不够看。最后，他再三向江优保证会出钱投资他娘家人做生意，
他将碧园那房子转手，折损了一半，将几十万的首付套了出来。江优不情不愿地跟他搬回了老唐那里，可是他依旧要吃最好，用最好。唐小浩没办法，他找不到我搬家后的新地址，便天天蹲守在工厂外。现在他就趴在我的车窗旁边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以前都是我不懂事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如果再给一次机会给你，你是选择我还是江优呢？他面容痛苦地扭成一团，哽咽着：妈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我不求你别的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我挑眉看向他，他转手房子的事情，我是知道的，加上我之前还给过50万，怎么这么就花光了呢？我反问他的钱都去哪里了？他低着头，眼神闪躲，开始找着各种理由搪塞我。我内心冷笑，直到现在，他依旧把我当外人，我只是他的提款机而已。唐小浩，你也快要做2个孩子的爸爸了，你得学会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，而不是总想着让父母拿钱为你兜底。你跟江优若是真心相爱，那你们更应该自己努力赚钱，去维护自己的小家。他娘家的人，你还是尽量远离吧。唐小浩以前在我们的庇护下过得太安逸，根本不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复杂。言尽于此，如果他能早日醒悟，认清江优和他的家人，与他们断开联系，倒也不是不能再给他一个机会。可是他却再次让我失望了。我送走客户，发现手机多了几十通未接电话，都是老唐打来的。我回拨了过去，问什么事情。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，说唐小浩找他借50万去投资一个外商，说是很快就能翻本。他一眼就察觉这是个骗局，果断拒绝了。但是没想到，唐小浩居然趁他去做透析的时候，偷走了房产证，将房子给卖掉，然后跟江优卷钱跑了。我内心难免唏嘘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这2个人做事还是一点后果都不考虑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了老唐，很是嫌弃：哭有什么用？能把房子哭回来吗？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报警啊！老唐停顿了一下，没说话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直接戳穿他：你还想着他能替你养老？再晚点，怕是棺材本都没有了。老唐那房子价值100万，报警后，警察很快便找到卖家，顺藤摸瓜地抓到了唐小浩和江优。那2人拿着钱，第一时间便住进了豪华酒店，商量着准备怎么花。被警察抓到后，唐小浩一直破口大骂，说房子是自己的，而江优不断地找警察撇清关系，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是父子关系，可他的涉事金额过大，一旦追究起来，他将面临10年的有期徒刑。唐小浩他怕了，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便看到他哭着跪在地上，掌掴着自己求原谅，说自己只是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。老唐颓废地坐在椅子上，双目无神，一声不吭，眼角流着泪水。见到我，他已经哭得一脸鼻涕。他手脚并用地爬过来：妈，你帮我劝劝爸，我真的不能坐牢啊！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嫌弃地后退了几步，没有理他，冷眼看向江优。江优拧紧眉头，急躁地催着办事员放他离开。我哼笑了一声，骗了这么多钱，就想跑路了吗？江优眼里闪过惊慌，却也硬着头皮怒骂道：这都你儿子的主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被你儿子骗了呢。唐小浩，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你不配当孩子父亲，我等下就去打掉。我赞同地点了点头。唐小浩确实蠢，不然也不会中了你们的仙人跳。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吧？江优脸色变得惨白，手开始发抖，说话结结巴巴。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在唐小浩几次三番找我要钱和江优做生意的时候，我套了他几句。我直觉江优更像是做仙人跳的，便让人去查了一下，结果还真被我发现了猫腻。唐小浩不是第一个被骗的人，江优背后有一个团伙，他们伪装成了他娘家人，负责在网上寻找猎物，他负责借美色接近男人，以怀孕为由哄骗他们去投资做生意，将他们的家产全部转移。如果被发现，就以强奸为由威胁他们就范，而生下来的孩子也会被他们卖掉。江优想拔腿就跑，却被女警及时反应，将他摁住，铐上了手铐。唐小浩不再嚎哭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。他还没有从事实中反应过来。老唐最后还是选择不起诉。唐小浩转卖房子拿到了120万，等抓到时，已经花去了一大半。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，老唐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。唐小浩像行尸走肉一样，默默地走在老唐的身后。老唐租了一个破落小区的房子，唐小浩将自己关进房间里，整日闭门不出。江优和他背后的团伙全部被抓，因为诈骗，还涉嫌人口买卖，被判了15年。老唐身体愈发撑不住，他申请了提前退休，靠着微薄的退休金，常常独自一人去医院做透析。我偶然去看他，他身形愈发瘦削，脸色蜡黄。他颤颤巍巍地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里还有20万，你帮我给小小吧，让他好好照顾自己。最后我还是替女儿收下了。3年后，老唐尿毒症恶化，还是走了。他临走前，用剩余的钱将唐小浩送去了精神病院。唐小浩被带走的时候，没有挣扎，抱着一个布偶，流着口水傻笑，任由人把他牵走。我没有插手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，工厂的转型非常成功，我账户上的余额越来越多。女儿也凭着自己努力，获得了出国当交换生的资格。她用奖学金给我买了张机票。我拎着行李箱，走上飞机。58岁，正是享受生活的好年纪，健康的活着，平静的过着，开心的笑着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：1. 88万的彩礼；2. 全款房车；3. 婚后我和老公的退休金全款上交。当未来儿媳妇赵念念说出来这3条要求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随后只见她又补了一句：若是周阿姨不能答应，怕是以后我和文康也不能给你们养老了。听到最后一句话时，我讽刺一笑。原本初次见到未来儿媳妇的热情简淡，只淡淡道：我不需要你们给我养老，我们自己有退休金，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。赵念念却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怎么可能不需要我们？你们就周文康一个儿子，以后老了还不是指望我们？我表明态度，这你放心，我们实在老得不能动了之后，自己会去养老院的，绝对不会麻烦你们。赵念念拧着眉头，那不需要我们送你去养老院吗？不需要我们去看看你们吗？到时候这一切不都还是我们来跑？你们把退休金交给我们，以后我们才会管，不交的话，以后我们是不会管的。我的心顿时往下沉了沉。今天儿子带女朋友回家，我原本是十分高兴的，甚至我还在网上搜了一下现在年轻人在意的点，所有的礼节准备的一应俱全。文康带着这小姑娘到家见面的时候，也一直是笑着脸，客客气气的。饭后，儿子也在第一时间提出了2个人要结婚的要求。我和老公当然表示支持，并主动问起对于结婚2人有什么想法，我们都会尽量一一满足的。于是，
赵念念就顺势提出了刚刚所说的3点结婚条件。听到前2个条件的时候，就让我微微拧了拧眉头。我们家是普通家庭，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家庭，就他提的这条件，怕不是要去掉一层皮。我正寻思着商量能不能彩礼少点，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有第3点要求，而且还要让我和老公把退休金的卡上交。瞧这模样，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他还威胁上我们了，真是有意思了。别说我和我老公从来没有指望过儿子养老，就算是指望了，可他还没有嫁进来，这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也怪不到小姑娘的头上。这事的源头终究还是儿子。于是我笑了笑说：“没事，你以后嫁给我儿子也是儿媳妇，我没有养你，也理当不应该让你管。这事到时候交给文康就行了。”文康就是我儿子。赵念念就立马道：“他是我老公，自然是听我的。”说完看向了我儿子，瞪了他一眼，逼他表明态度。文康，你说是不是？以后结婚了，你是不是全部都听我的？周文康忙讨好的看向了他：“这是当然的，我全都听媳妇的。妈，你就把你和爸退休金的卡交给念念，以后我们每个月会给你们发几百块的生活费的。”你话还没有说完，我老公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啪的一声将筷子放到了桌子上，一下子就让儿子闭上了嘴。赵念念也吓了一大跳，周文康有些触他爸，问：“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我老公冷冷地道：“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？你看看你自己说的什么混账话！”赵念念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难看了起来，我生怕会闹起来难看，就忙打着圆场：“文康，你先送念念回去，这结婚的事情我们再商量商量。”可赵念念听我这话，立马脸色也变得难看了起来，噌的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冲着周文康说：“你自己跟你爸妈说，反正不答应我就不跟你结婚。”说完扭过头就离开了我家。我微微拧了拧眉头，却还是让文康去追，把人送回去，别在我家出了什么事情，到时候赖上我家了。将人送走了之后，我这才瞪了一眼老公：“行了，儿子带女朋友回来，这是好事，你当着外人的面摔什么筷子？”我老公冷着一张脸：“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？房子、车子、彩礼就算了，这还没有结婚呢，就连我们的退休金也惦记上了。”我道：“说到底还是儿子的问题，回来跟儿子说清楚。”我老公也一下子就熄火了：“是啊，说到底还是儿子的问题，只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2人竟然是会把主意打到我们退休金的头上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们才刚刚退休，身体还健康，还想要到处转转，把退休金交给了他们，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绝不会答应的。等儿子回来，还是要先跟儿子说清楚，要结婚可以，但我们只会准备房子、车子，彩礼按当地的平均水平。至于其他的，想都别想。”这样一想，我就打开了抖音，想放松放松。刷到最新的视频时愣了一下，因为这视频当中的画面有些熟悉，这不是我今天中午做的饭菜吗？我立马打开了该账号，这才发现这个账号正是我儿子今天带的女朋友赵念念的。我刷到的视频是他今天在吃饭前拍的视频，视频配的文案是：“今天初次去未来公婆家，姐妹们帮我看看这样子的招待规格是不是真的有把我放在心上。”看到这个文案的时候，我心底有些不舒服。原来他中午吃饭的时候拍视频是为了发到网上，让网友来审判我的。先是要我的退休金，又让网友来审判我。他想嫁的人到底是我儿子还是我？我边想边点开下面的评论，只见他评论区里面涌进来不少人：“哇哦，好丰盛呀！
姐妹，你这未来的婆婆不错，恭喜姐姐找到了对的人呀！祝福，感觉会做饭的婆婆挺善良的。我稍松了一口气，但下面的评论仍然有网友挑剔：怎么全都是辣的菜呀？考虑过姐姐的口味吗？准备吃的倒是次要的，还是要看人好不好相处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初次见面婆家那边重不重视。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，微拧了一下眉头。不过想着这些网友也不知道真相，会如此怀疑也很正常。而且大部分网友都是明事理的，这样一想，我也没当回事，只是再一刷新，却发现他半个小时前又发了一条视频。只是这段视频就只有一张照片，照片配的是一张网图呵呵的表情包。文案写的是：原本以为未来公婆是好相处的，没有想到一提结婚，未来公婆就不愿意帮衬我们小家庭。姐妹们，我该怎么办？下面的网友开始纷纷回答：那这样子的家庭可不能嫁，婚前你这公婆就是如此态度，那以后这公婆肯定不好相处。姐妹，你可万万不能嫁，嫁进去了之后，你这辈子都毁掉了。现在这些有儿子的老太婆怎么都这么自私？当然也有一些不同声音的网友觉得不适合不嫁就行了，这不还没有结婚吗？自己没手没脚吗？说到底不还是自己想嫁进去？不过这一句话一说，这个网友就被不少人怼了回去。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靠着自己买房买车的呀？没有公婆帮衬，怎么养家糊口啊？没钱就别娶媳妇，我看你就是那个婆婆吧？这怕不是又是一个太子吗？姐妹们，离这种婆婆远点。姐妹，听我的，家里穷婆婆难相处的千万别嫁。我头婚就是这样的家庭，如今二婚嫁了头婚的，见面礼给了10100，彩礼66万，相信我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哟，看到这一幕，我几乎气笑了。清醒的那个网友还是一个大学生呢。这些人看到不同声音，就直接把人家小姑娘按到了我的头上，心底更多的是担心，不知道赵念念是什么意思。我想了想，又将赵念念点赞过的视频一一细细看了看，只见她的账号里面点赞的全都是网上晒一些婆媳关系的，其中有一条点赞数最多的是一个女的晒婆婆每个月给她的转账记录，说是婆婆的退休金每个月主动转到她的手中。下面网友纷纷评论：天哪，朝哪个方向磕头能遇上这么好的婆婆？我公公婆婆是死的，一年到头1分钱给不到我，结婚5年了，我婆婆觉得我吃空气就饱了，压根1分钱不给，以后老了也别指望我管她的死活。我家婆也是一样，像死了一样，一毛不拔。看到这些视频和评论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的震惊，这真的是21世纪的女性吗？为什么都在骂婆婆不给钱？难不成她们觉得她们嫁的人是她的婆婆？而且什么时候婆婆的钱应该给儿媳妇了？虽然说婆媳，先有婆婆再有媳妇，可什么时候婆婆不给媳妇钱，也成了衡量婆媳之间关系的理由了？再说了，她们没钱，为什么不跟她们老公要钱？如果真的觉得老公穷，没本事，可以离婚，或者是不结婚啊？为什么盯上一个老太太的钱包？我似乎也明白，今天她来我家，为什么要让我和老公上交退休金卡给她了。想来，她也是跟这些人一样的想法，所以才会提出这个要求。我心下沉了沉，退出来了的，无所谓了。她愿意嫁就嫁，不愿意嫁可以再找一个更好的。至于我儿子，他能娶到媳妇就娶，娶不到媳妇也无所谓。左右我们家也没有皇位要继承，非要他去结婚生子传宗接代。这么一想，我也就放宽心，该吃吃该喝喝。
儿子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是不知道的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是在家里的。吃早饭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说了昨天送赵念念回家的事情。他说赵念念很不高兴，他哄了好久，说到最后，他满脸埋怨地看向了我。妈，你和我爸都老了，要那么多退休金干什么？念念没有工作，嫁过来之后，你的退休金给她怎么了？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愣了一下，她没工作，为什么要我的退休金？周文康说，她是你儿媳妇啊，以后还不是要靠她养老？你就听我的，把退休金给她，然后让她照顾你，伺候你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？我听着儿子这宛如智障的话，脸色顿时就难看了下来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又没有贪，让他照顾我什么，伺候我什么？再说了，就算我贪了，也可以请保姆，请护工，犯得着让他来伺候我吗？而且人家姑娘嫁给你，是来伺候你爹妈的吗？你就是这么跟他说的吗？儿子这个脑子自小就不聪明，我是知道的。从他幼儿园起，我和老公就费尽了心思，每天帮他补课学习，但架不住他考试还是不及格。这样子直到教到初中，他还是考试没有及格过一次，连我们这里最差的高中都没考进去，还是花了钱读的私立，但他的成绩依旧一塌糊涂。到后面我也渐渐的认命了，也不是没有当老师的家里孩子接苦瓜的，也不是每一个老师家里面的孩子都学习成绩不错的。我想着只要他不作奸犯科，我都无所谓，反正留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准备好房子、车子，他再找个几千块钱的工作也饿不死。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脑子竟然会这么糊涂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道：周文康，我告诉你，我和你爸的退休金我不可能给他的，你别做这个春秋大梦了。当然，你们要结婚我也不反对，房子咱们家里有，就平安路那一套2房1厅的房子，我会在你们结婚后转到你们的名下，婚后你们住那里。车子我们也会给你们准备20万的车子，至于彩礼，你跟那个赵念念商量一下，我们手中没有那么多钱，最多20万，多了没有，其他的你更是想都别想。我老早就明白我这个儿子不中用，糊涂，也就从来没有指望过他养老。当然我也明白，以他的本事，想要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不容易，所以他结不结婚我都没有意见。如果真的能找到一个合适愿意嫁给他的姑娘，我也不反对。我会准备好婚房和车子，让他们不为生活发愁，2个人找个几千块钱的工作，也能养活得了自己。反正不指望他大富大贵，更不指望他养老，但也别想一直啃老，更别想拿走我和我老公的退休金。周文康脸色一变，还想跟我再说什么，我却没有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和老公一起下楼去散步了。我和老公还是先锻炼好身体，自己养自己吧。指望这个儿子，我可不敢想。老公也安慰着我，你也别生气，咱们那个儿子是个蠢的，跟他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该准备的咱们准备，不该准备的也不用理他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咱俩也需要好好的锻炼身体，别给他找麻烦。老公很是认可我的想法，每天坚持跟我一起锻炼身体，并计划着秋天一起去新疆转一圈。至于儿子要不要与那姑娘结婚，是他们自己的事，我不可能为了让他结婚委曲求全的。倒是儿子得知我们计划出去旅行的时候，脸色变了变。爸妈，你们还要出去旅行？你们忘记了我要结婚了？我有些诧异。你和那个姑娘谈好了，她愿意答应这些结婚条件？周文康轻咳了一声，说：谈好了。他说彩礼什么的都好说，但是他不愿意住2手房。他说如果要结婚，就要买一套新房来结婚。
我拧着眉头。可家里哪来的钱？周文康说，卖2套房子不就行了？卖2套房子？我家总共3套房子，我们住1套，另外2套出租，地段都不错，加在一起差不多价值也有300多万。我看着他这一副早就计划好的模样，像是想到什么，问：那你说说看，你们要买的房子在哪里？果不其然，周文康与那个姑娘看好了，他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对我说：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妈，我们看好了，明天你跟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没有再说话，决定第2天跟他过去看看他们看好的房子是哪里。只是第2天，当我看到眼前的别墅时，就压根没有进去的意思，扭过头就拉着老公一起，只想离开。我们这里是3线城市，这栋别墅我知道，也了解过价格，一套毛坯房全款下来差不多500多万，价格倒不算贵，但别墅的装修若是没有上百万，压根装不好。所以2个人这是打量着，把我当傻子，想要把家里全部的钱与财产来给他们买这套别墅。我这个蠢儿子，他结个婚还真是想掏空家底。赵念念是带着他爸妈一起过来的，见我和老公离开，他立马上前一步拦住了我：叔叔阿姨，你们要去哪里？赵念念的母亲直接开门见山，一脸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满脸不悦地道：哎，亲家母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娶媳妇你不买房？我耐着性子的跟他一一解释说，我们家里有房，也跟文康说好了，其中1套拿出来给他们当婚房，没有不准备房子。赵母立马说，那房子才多大？我们去看过，2房1厅，我们一家人怎么住得下？我们家里可有5口人呢。我愣了一下，你是说你女儿结婚，全家要搬来跟我儿子一起住？赵母说，当然了，所以自然要买1套大房子。我儿子还没结婚呢。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几乎是气笑了，直接道，那你们可以让我儿子入赘，没关系，我是不介意的。赵母脸色一变，我有儿子，还要你儿子入什么赘？周文康也脸色变了变，妈，我好奇，既然不是入赘，那你们为什么要跟小2口住在一起？我们当公婆的也没有说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呀。还是你儿子以后娶了媳妇，你也接受媳妇带着全家搬进来一起住？赵母立马道，他敢？我微笑，是啊，你都不同意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会同意？赵母一下子语塞，我则趁这个机会跟老公一起离开了售楼处。这个儿子要不是做过亲子鉴定，我真怀疑是不是我亲生的。这婚他爱结不结？经此一闹，听说赵念念跟周文康闹得极凶，吵得要分手，但周文康极为喜欢他，哄不好他，就回到家里跟我大发脾气。他满脸怨气地道，爸妈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家里面又不是买不起，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买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朋友，难不成你们要看着我们分手不成？我冷声道，正常的婚恋需求，我和你爸没有问题，但要掏光家底买一栋你根本没有能力承受的别墅，你想都别想。周文康脸色铁青，气急败坏地道，可我这是要结婚，是我的终身大事，你们不给我买房买车结婚，当初为什么非要生下我？他话刚说完，就被我老公狠狠一巴掌抽了过去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这些年我们亏待你了吗？如今谈个女朋友就闹天闹地，还怪我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婚你爱结不结，以后别跟我和你妈说这事。周文康咬着牙齿，还是愤愤不平。当初又不是我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你们生下我就有责任义务管我。我老公直接气得胸口起伏不定，我赶紧扶着他坐下，又给他倒了一杯水，
这才是缓和了他激动的情绪。随后，我看向周文康的时候，眼眸渐渐变得冰冷。你不想出生，当初为什么非要游那么快？你以为我想生下一个你这样的白眼狼吗？你自己仔细想想，从你出生起，哪一样不是最好的？结婚、买房、买车，我没有答应吗？结果你却要掏空家底去住别墅，你住得起吗？你知道物业费、管理水电费多少钱一个月吗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你还想住那么大的房子？你有那个能力吗？我告诉你，别墅是不可能买的，房子就平安路那一套。你们要结婚就自己搬过去，不结婚我也不逼你们。你也别想利用结婚来逼我和你爸。你要还这么蠢，我们就当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周文康见我们两个脸色都如此难看，终于不敢再多说什么，只是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家。我知道他肯定是去找赵念念商量主意了。我现在看得出来，儿子是事事都听他这个女朋友的。其实这样也好，找一个管得住他的媳妇，小两口以后才能把日子越过越好。可赵念念的条件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答应。我们把态度放在这里，不可能买别墅，赵家也没有办法。可没有想到，赵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让我把另外2套房子全部过户到赵念念的名下，才答应结婚。我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诧异地看向了对面的女孩，表明了自己的底线与态度。你叫念念是吧？我也如实告诉你我的想法吧。结婚条件还是我最开始说的，如果你不满意，你可以换一个人结婚，或者是等我儿子发财，让他来完成你的心愿。从我这里是不可能让你如愿的。赵念念脸色变了变，她咬着牙齿，你就不怕我跟你儿子分手吗？我笑了，我都说了，你可以换一个人结婚，我还怕你和他分手？赵念念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我，你当母亲的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你就周文康一个儿子，你的财产不都是他的？为什么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结婚前没了媳妇？我说，可我毕竟还活着，而且以我的身体，再活个30年不是问题。我家为什么要为了娶你把钱全都花在你身上？说到这里，我看向了他，赵小姐，我有些不太懂，你为什么非要嫁给我儿子这样一个平庸的废物？又或者是说，你也知道我儿子平庸，但他却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也将赵念念了解清楚了，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只念了一个中专，父母一心想要嫁了她换彩礼。她在父母想把她嫁出去之前，认识了我儿子。虽然我儿子也是一个平庸的废物，但有家庭兜底，是他最好的选择。所以他这才选择了跟我儿子结婚。我如实地说出他的情况，说我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从最开始要我的退休金，到后来的别墅，再到要我家的2套房，是你的主意还是你爸妈的主意？赵念念脸色一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气笑了，你要的东西都是我家的，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赵念念不说话了，我则叹了一口气，道：赵念念，我儿子是一个蠢笨的，所以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。初见你的时候，我是真心想要把你当女儿一样，但我低估了婆媳历来是天敌这句话。事到如今，我不会再掺和你们之间的事情。当然，我还是这个态度，这个婚，你们2个愿意就结，就这条件。若是不愿意，也随你们自己。我生他出来，带他来到这个世上，竭尽全力给过他最好的。但我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一个母亲。我不可能为了他放弃我的全部，也不会为了这未来的养老，就会任凭你威胁将家里的一切全都交到你手中的。其实说真的，没结婚就开始惦记婆婆手中那点钱的，
也未必会给婆婆养老。我不会指望你，你可以放心。”赵念念被我的话给震惊在那里，一时半会儿想要说什么也组织不到语言，但能看得出来她十分生气。我则看向了她，又一针见血地道：“其实说到底，以你和你家里面的条件，你也找不到更好的，所以你才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我儿子。但凡你能找到更好的，想来你也早就跟我儿子分手了。但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我儿子结不结婚我不在意，我对这个儿子早就仁至义尽了。不过如果你们非要结婚，我还是会出房和车的。房子还是平安路那边80平的2房1厅，那边的学位不错，以后孩子上学也不用担心。车子是20万以内的车子，我还会给你20万的彩礼。你是留在你娘家，还是带回你自己的小家庭，一切由你自己决定。至于其他的，不会再有。我和我老伴的退休金更不可能给你。当然，孩子你愿意生就生，不愿意生也行。我是不可能给你们带孩子的，你也可以放心。我也不需要你们的孩子叫我奶奶，你可以让他叫你妈妈奶奶，或者是叫其他人奶奶，都行。总之跟我没有关系，你别想道德绑架我，我也不会道德绑架你。所以你可以自己考虑清楚你与我儿子之间的关系。说完这些话后，我就离开了。他能听得进去就听，听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仁至义尽了，这是一个聪明的姑娘。第二天，周文康就喜出望外地告诉我，赵念念说了，愿意按我们之前说的条件嫁给他。我没有意外，对于一个不想被亲妈给卖了而自己找对象的姑娘，我想她应该会为自己考虑。果不其然，她还是选择了自己，只是不等2个人结婚。我出门的时候就遇上了小区的人指指点点，我有些诧异，还是同一个学校退休的姐妹告诉我被人挂网上了。我打开了视频，这才发现是赵念念的母亲正声泪俱下地控诉我，说我儿子与他女儿结婚，我这个当婆婆的什么都不准备，还说我儿子玩弄了他的女儿，想要不负责任。我这个当婆婆的还十分支持。网友纷纷骂我：“哎呀，真是有什么样的儿子就有什么样的妈，这一代老人只为自己而活，真是自私自利的可怕。同款公婆，这些老东西怎么不去死？”也有网友诧异好奇：“阿姨，这家人这么奇葩，你为什么还非要你女儿嫁给他？你要真疼他，带他走不就行了？”就是啊，明知这男人不行，为什么非要女儿嫁给这样的人？不结婚不找男人会死吗？有问题的不应该是那个男人吗？为什么盯着他妈骂？网上各种评论都有，可更多的都是骂我的。而且与此同时，还有人爆料我和我老公曾经工作的单位，不过我和我老公都退休了，曝光单位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只是我没有想到赵念念的妈妈竟然会这么说，我眼眸渐冷。我这个人从来不惹事，但不代表怕事。正当我在想怎么反击的时候，赵念念有些慌乱地给我打电话：“阿姨，我不知道我妈会在网上胡说，我知道这事跟她没关系。”我说：“我报警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”说完，我又加了一句：“你有意见，我也会报警的。”赵念念又沉默了。相处这么久，她也清楚地明白我的脾气，威逼利诱是没用的，她都试过了，所以我决定的事情她改变不了。挂断了她的电话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报警过后，我将准备好的房车还有彩礼也全都一一发到了网上，并说明了从谈结婚到现在他们家的变化。先是让我们上交退休金全款，又让我们买别墅，最后还要把家里的房子全都转到他们家名下，甚至婚后他们家还要搬过来住。整理完这些资料，
我就发了一句：我就请问，这样非要我们倾家荡产、负债累累才算是对他们女儿负责吗？这些资料发到了网上之后，瞬间就上了当地的热搜。不少网友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震惊不已，纷纷点评：这是想要借着结婚发财吧？我就说了，非要女儿嫁过去，肯定另有所图。人家房车彩礼都准备齐全了，还想要怎么样？这哪里是娶媳妇，分明就是娶了对方全家回来，还要当祖宗一样的供着。可我说结什么婚啊？谁说不是呢？一时间网上反转得很快，警察也很快找上了赵念念的母亲。这一查才发现出这个主意的是赵念念的弟弟赵念祖，发上去的是赵念念的母亲。我不愿意和解，终于吓到了赵念念的母亲，她被行政拘留了几天。因为此事，她彻底恨上了我家，自然是死活不同意赵念念跟我儿子结婚。听说还准备把赵念念嫁给隔壁村里面一个二婚的包工头。赵念念吓得直接就偷了户口本，跟我儿子悄悄领了结婚证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有些诧异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有勇气。不过想着他当初不愿意听从父母安排的婚姻，如今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很正常。只是消息传到他爸妈的耳中时，他们勃然大怒，听说还打了赵念念一顿。若不是我那儿子护着，只怕伤得不轻。而且他们死活不愿意替赵念念办酒席，说是不承认我儿子这个女婿。为此，赵念念的心情十分难过。我叹了一口气，也知道他家在父母与我家当中十分艰难，再怎么也是他的父母，让他当真很下心不认，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于是我给他们小两口提了一个建议，说如果你们想要结婚的仪式感，不妨去旅行结婚。现在年轻人不都流行旅行结婚吗？你们也可以去试试。赵念念眼前一亮，跟我儿子一商量，就去旅行结婚了。2个人婚后，我拖着这些年的人脉关系，帮他们在我们市各找了一份工作。2个人学历都不高，我儿子大专，他中专，所以找的工作也都一般般，工资也不高。儿子5000多，儿媳4000多，但有社保，而且2个人加一起也有1万块钱，没有房贷、车贷，在我们这个3线城市里面，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是滋润。只要2个人不作妖的话，当然2家也早就和解。他爸妈最后还是办了婚宴，说是送了那么多礼，不办婚宴收回来有些太可惜了。我们也没有反对，只做该帮的，超出来过分的要求绝不同意。虽然2家还是各种摩擦不断，但这才是生活不是。婚后第3年，赵念念有了身孕。她怀孕之后，她妈妈再一次开始作妖，给她出了一个馊主意，让她辞职做全职家庭主妇，并让她趁着怀孕的机会拿过来我和我老公的退休金，还有她老公的工资卡，掌握住家里的财政大权。说孩子是拿捏住我的机会，但赵念念早就知道，我压根不在意她生不生孩子，所以这一次她没有听他妈的，而是来问过我的意见。我直接告诉她我的想法。首先，我和你公公的退休金不可能给你，无论你用什么手段，你应该清楚的明白。至于你老公的工资卡，若是我记得没错，一直都在你手中，我们也不会过问。其次，若我儿子是一个靠得住的、有本事的，年收入几十万，你想去当全职家庭主妇也没问题。可你找我儿子的时候就知道，我儿子就是这样一个平庸之辈，甚至很容易受挑拨，没有什么主见，可以说是一个靠不住的男人。而且他的工资也养不起你和孩子，所以我不建议你当全职家庭主妇。当然，你真想当全职家庭主妇也没问题，但后果你要自己承受。
别想推到我与我老公身上，更别想跟我们要钱，我可不会管，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。不过，同为女人，我个人倒是希望你能工作，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而不是困于家庭琐碎事务。你自己独立了，未来才有更多的选择。赵念念现在聪明得多，她听了我的建议，没有辞职，而是继续上着班，到9个月的时候才休了产假。产假结束后就回到了单位上班。我依旧没有帮她带孩子，但和她一起请了2年的保姆，1个月3000块钱，他们2口子出1000，我帮忙出2000。保姆白天来家里帮忙带孩子，晚上回来他们自己带。孩子差不多3岁的时候，送去了早教班。这样花在请保姆身上的钱，也能让孩子学习到更多的东西。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，孙女比儿子儿媳都聪明得多，3岁的时候就能背诵不少唐诗宋词了。我和老公总算打起了精神。儿子儿媳妇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但孙女或许可以好好培养一下。